如何判断对方是否善良，是好人还是坏人，是个东西或不是个东西？那你先看他怎么对待弱者。我觉得一个人如果对他人缺乏基本的尊重，比如对餐厅的服务员大喊大叫，大爷式的傲慢的态度，或路过小动物时不屑一顾的踢上一脚，或对他人的苦难没有任何同情怜悯之心，甚至从中取乐，对弱者的态度能展现出他的人格。如果一个人平时对你兄弟长兄弟短，无论他表现的再怎么热情，那多半只是看上你暂时还有点用的价值，那这样的人也许不适合深交。那再看一个人是不是喜欢带节奏，有些人特别喜欢带点节奏，今天告诉你谁谁谁在背后说了你坏话，明天又说某某某同事特别讨厌你。话多的人不一定是坏的，但如果为了吸引注意力，常常把事情添油加醋，歪曲事实，颠倒黑白，让人误解，造成误会，然后引起冲突，那他就是真的坏了，他从中取乐呀，他就是喜欢在暗中搞事情呀，把圈子里的人际关系搞得像宫廷剧一样，全是明争暗斗，他才觉得有意思。然后再看一个人是不是爱拉帮结派，就像是女生宿舍里4个人有3个群，一样的道理，只要小圈子里超过3个人，就必定会有人开始挑拨离间，选人站队，一定会有一个人要拉拢另一个人去孤立另一个人，拉拢一帮人去冷落另一帮人。不管是在读书的时候还是在工作的时候，总会有那么些人出现，并不是说他们是同频，他们关系很好很铁，所以才混在一起。No， 而是他们喜欢制造小团体，培养小势力，他们会出现在任何一个圈子里，宿舍里，聊天群里，游戏公会里，不论是为了制造归属感，还是为了瓜分有限的资源。总之，他们最爱打破的就是和谐与平衡。而你呢，一定要及时把他们拎出来，暴打一顿。然后看一个人是不是喜欢借东西，有些人特别喜欢问人借东西借钱、借车、借人情，然后借了就忘了。你要是不主动去提醒的话，他可能永远不会记得还。我发现有些人不是忘了，而是希望你自觉的忘了借出去的这笔钱，这笔人情。这样的人他觉得占便宜是理所当然的，而你要他还的时候呢，他觉得你好像是你欠他的。怎么你这么小气呢？这点是还记得呢。要注意了，借来借去是好事情，你借给别人或者你问别人借，这是能增进感情的。你只要按时偿还呀，就能增加彼此的信任和羁绊。人际关系就是要主动的有来有往，不要因为那种人就断绝了与所有人的有来有往。还有一种，看一个人是不是特别喜欢施小恩小惠，有些人特别擅长先给你一颗糖，再问你拿一块饼。比如他送你一些小零食，请你喝一个奶茶，然后你的奶茶呢还没有喝到一半，就开始进入正题，向你提出要求。他会顺理成章的觉得你吃过我的东西了，你不帮我的话，你就是不仗义。有些善良的人呢，他就害怕这种小恩小惠，他们觉得不好意思拒绝，那我就索性不接受。我呢不一样，你既然要给我下套，那我不好意思了。你想占我便宜，那我不会客气的。你送我的水果我吃，你递过来的烟我抽，你提的要求我拒绝，反正水果也吃了烟还在我的嘴里。不是我不懂人情世故，而是我知道人情往来和利益交换有区别。如果你想要从我身上牟利，那就别把你的小恩小惠当成是人情。然后再看一个人是不是特别会反客为主，有些人特别喜欢抢话题。你说我今天去哪里爬山了，他立刻说爬山算什么，我还跳过伞呢。你还没讲完一件事，他中途插嘴进来说等会儿那个啥比赛要开始了，什么时候呀？这种人呢，他不是无意的，他就是故意不想听你说。这是一种团体内的 PUA， 不论男女都有人一定会试图压另一个人一头来彰显自己的地位，就像狼群一样，狼群里面每头狼阶级森严，阶级固化，你地位高你就可以大声咆哮，你地位低你就别说话。那个人呢，他试图打断你说话，或摆明了不尊重你，来压你一头，来彰显他自己的地位。但他们不会欺负狼群中的那头 alpha， 就是头狼，他们只会找那种 omega， 就是地位最低的那种，我们叫做被流放者。如果有人试图压你一头，那就是说他把你当成了 omega， 而且你要警惕整个团体都在看着你的表现，
他欺负你了，如果你懦弱和退缩，那你就真的要被当成团宠了。所以不能退缩，你要大声的说，哎，你这个人怎么这样？我还没说完话呢，你插什么嘴？谨记总结，生活里能遇到各种各样的小人坏人，不是个东西的玩意儿。他们不一定是罪大恶极的，但是他们真的很讨人厌。我从小就谨记一句话，我不想当恶人，但我必须懂得恶人之道。你不是为了去作恶，而是为了识别出他们的小把戏，然后予以制止，不受其害。